观众朋友，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会被判死刑吗？关键在于起诉书上的这一句话：尹锡悦他诱使北韩发动武装侵略，为他的戒严创造借口。现在调查指出呢，尹锡悦跟时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啊，从2023年10月开始就已经开始要规划说，我要暂停国会权力哦，甚至要用紧急立法机构来取代所谓的国会。最重要的是，你要宣布戒严，一定要找出一个借口嘛。所以呢，在这个起诉书里面啊，居然讲到说啊，尹锡悦啊还特别透过用无人机空投传单，还有空飘气球挂反金正恩的这些海报，甚至把美金啊装韩剧跟 K-pop 的那个歌曲的 USB 哦，全部都空投到北韩上空去，试图让北韩觉得，你今天南韩不断的跟我挑衅，那我北韩如果受不了的话，我只要一有动作，尹锡悦就取得了他戒严的正当性啊。他在引战呢，你知道吗？结果当时他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北韩那时候忙着支援俄乌战争啊，根本没有空理他，所以呢，反而让尹锡悦这个阴谋啊没有办法得逞。但问题是呢，现在揭露出来讲说，尹锡悦在2022年担任这个总统之后，居然上任3个月就想要开始搞戒严了。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曾经在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聚会场合里面提到说，国会选举前后实施戒严的这个里面这个谋划。他说呢，我身为总统，我拥有紧急权力啊，就算我会遭到枪毙，我也要清除一切哦。结果现在看起来南韩方面啊，要办他，如果是内乱罪成立的话，最高将有可能会判处死刑啊。好，尹锡悦等24个人呢，在今天被起诉了，而且重点是罪名只有一个，叫做内乱罪，最终是要死刑的。尹锡悦会被判死吗？另外一个更惊爆的是，那个不是南韩的事情，台湾不是只有吃瓜，为什么？居然南韩媒体惊爆了，检察官意外查出了。尹锡悦为了争取台湾对于他发动戒严的支持，派了前情报官来到台北，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高层会谈。他派了这个人在什么地方见了我方的谁？真有这回事吗？事实上，这一次韩国媒体啊，这个所谓的《民族日报》啊，他就披露说呢，尹锡悦这个戒严案里面核心人物啊，就是前情报司令部司令官，叫做文尚浩啊。他居然在宣布戒严前9天有来台湾，而且一待了5天啊。那报道中是说呢，他来台是要寻求台湾对于尹锡悦戒严这件事情，希望台湾能够支持他。结果这个消息一曝光之后呢，总统府发言人啊郭雅慧啊立刻就强调说，这是无中生有、恶意造谣，而且他讲说呢，这个台湾跟其他这个友邦的部分哦，安全部门进行例行交流是行之有年了，代表他有来，他真的有来了。那这个其实老实讲啊，你也躲不掉。但是呢，他现在讲法是说，重点是无关各国内部事务啊，所以现在就回来看，如果完全没有来，其实总统府也可以讲说根本没有来到这件消息啊。那立刻就有人大家联想到啊，事实上当时南韩宣布戒严的那一天啊。第一时间，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居然发文力挺啊！你看他那个时候啊，他居然讲说，哇，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啊！所以尹锡悦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才紧急宣布全国戒严。那时候还把台湾国会里面很多东西啊，把它写上啊，连百般刁难王一川就职都变成一个理由之一啊。结果还说什么？他说对，不要怀疑哦，我们都要抵抗世界等级的暗黑势力啊！结果没有想到，后来被发现到说，你是不是搞错状况啊？因为尹锡悦根本不是你讲的那个样子，他是刻意在乱搞这个东西，后来被紧急撤文啊。所以你现在看到两边这样子一讲一勾连起来了。今天如果韩国媒体说尹锡悦的前情报官曾经密访台湾，争取台湾力挺尹锡悦接下来的戒严，然后一发动戒严之后呢？民进党的这个小编立刻发言力挺，即便后来被骂翻了，紧急下架，那这不就串起来了吗？争取支持，果然支持，这不就通了？事实上，台湾跟南韩啊，在很多的这个合作方面啊，行之有年，你知道。1992年啊，这个南韩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台湾退出联合国啊，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世界上啊，大家承认中国，可是南韩当时是作为最后一个冷战盟友哦，就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一个冷战盟友才跟我们断交嘛。结果后来大家发现到说，事实上我们有长达40年左右的军官交流计划，从1974年开始呢，我们每年有3个军官啊到南韩去受训，而南韩那边呢也会派军官到我们你知道北投
好，今天不只是南韩跟台湾之间到底有没有这个只能做不能说的第二管道、秘密管道的连接之外，我们要提到的是刚刚开场我跟各位报告的南韩检方那一句极为关键的话，他们认定尹锡悦为什么内乱罪给他起诉，因为他根本刻意引战，创造北韩来攻的这件事情，而让他的戒严有正当性。如果这个指控是真的话，那是百般恶毒。你一个总统，你居然陷你国家于不义事实上呢，当时尹锡悦发布戒严的时候，是讲说亲北韩势力已经入侵了南韩，但是这一次韩国媒体却报道说，事实上南韩才去入侵这个所谓的北韩他这一次揭露说刚刚提到那位文尚浩，疑似下令要南韩特工去联系朝鲜驻蒙古大使馆，而且呢，感觉上就是尹锡悦政府为了要推动戒严而十分努力，是不是要去这个北韩大使馆里面去那边搞事情呢？而且你知道吗？按照报道里面还提到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叫做文尚浩的人在距离紧急戒严发布仅10多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去试图接触朝鲜驻蒙古的大使馆，结果呢被蒙古情报机构当场查获，而且在他那个情报官的这个手册里面也发现到他写有引诱这个所谓的北朝鲜方面，你们要发动攻击南韩要对你不利这句话最恶劣，你居然在引战北韩。金正恩要是真的上了当了，那么他就堂而皇之的，我就南韩又不戒严。那我们另外再来看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南韩跟北韩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叫做古巴。2023年11月的时候，北韩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居然也携家带眷投奔到南韩去。那你知道吗？其实过往大家都有看到北韩有一些的所谓的脱北者，但是透过古巴这个管道，老实讲，以前真的非常少听见。所以呢，南韩统计近年来脱北者大幅下降，但是呢，一般民众要担任脱北者很难。但是呢，居然就发现到这所谓的驻外精英却明显的增加。特别的是呢，2023年11月的时候，北韩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跑去投奔南韩，结果没有想到隔年2月的时候呢，古巴就跟南韩宣布建交。那我们知道，其实古巴过去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上面，跟美国是处于在这个所谓对峙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跟南韩在建交这件事也被认为说是美国从中其实予以协助。但问题是从冷战以来，古巴一直都是北韩常年的盟友你想想看，他奉行社会主义又反美，结果没有想到呢，居然在这个北韩外交官叛逃的隔年，理论上面来讲北韩外交官到古巴那边去，他理论上面来讲，北韩应该会直接通知古巴说，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有想到呢，居然两方没有因为这样更紧密，南韩跟古巴居然因为这个所谓的外交官事件，断了65年的交情，又恢复邦交那大家就很好奇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南韩想办法去突破北韩的这个所谓的封锁，这是一件事。但你刻意的想要去挑起战争，甚至引发事端。从这一次起诉书看起来，尹锡悦是非常有目的的在策划各项的动作，只希望能够戳到了北韩那个敏感的神经。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不断的去接收北韩精英中的精英，北韩一定不爽，他要去接触北韩的铁杆的兄弟之邦古巴，让北韩更不爽。目的只有一个，你来打我我让你不爽到极点，你就炸锅，你就来打我。
我堂而皇之就戒严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一次的这个起诉书，再加上韩国媒体所报道出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尹锡悦必须要用内乱罪来起诉他？因为很简单，一切都是他的预化，而所有的目的只是希望巩固他自己的政权，而没有把南韩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